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达，欢迎来到康养晚年。今天我要跟各位聊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这事儿关系到咱们每个人钱包里的辛苦钱，关系到咱们银行账户里的养老储蓄，更关系到咱们会不会因为一个觉得挺聪明，实际上特别危险的做法，就被国税局关注，甚至涉及法律问题。我知道咱们华人有个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惯，这个习惯简直就像刻在基因里的一样，特别喜欢存现金，总觉得钱放在银行不踏实，纸钞拿在手里才安心，或者觉得用现金交易方便。但是今天我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在美国，现金的使用需要格外注意规范。可能好多人都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去银行存钱，千万别超过$10,000。于是有些人每次去银行就存9500或者存9900，你以为这样就能避开银行的关注？我跟您说，这个想法不只是错了，这根本就是在给自己带来风险。美国的这套金融监管网络比你想象的要严密得多，咱们很多人觉得是常见做法，变通办法的那些操作，在相关法规框架下，可能需要谨慎对待。今天这期视频，我就要把美国银行保密法里头那些规定讲给大家听。我要告诉您到底什么是 CTR， 什么是 CR， 什么叫 structuring。如果您家里真的有一笔大额现金，到底该怎么处理才算合法、安全？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涉及的每一条法规都可能是保护您财产、避免不必要麻烦的关键。建议大家找个安静的时间，认真看完。首先，咱们得来彻底弄明白一个流传最广，但需要注意的错误观念。关于$10,000这条线，我猜屏幕前很多朋友都知道，在美国的银行，如果你一次存取现金超过$10,000，银行就得填一张表。就因为这个，很多人担心，怕被关注，所以想办法不让存款额碰到10000这个数。这里头存在一个常见的误会，这张表，它的大名叫做货币交易报告，英文叫 Currency Transaction Report， 简称 CTR， 大家务必记住这个名字。这是根据1970年的银行保密法，银行必须履行的一项联邦法定义务。最关键的一点来了，银行填这张 CTR 不代表你要多交税，不代表你违反了法律，更不代表你一定会被查税，它纯粹就是一个备案，一个记录。那美国政府为啥要搞这个规定呢？人家的主要目的，一开始是为了反洗钱，为了打击非法活动的资金流。在政府的逻辑里，来路不明的大额现金流动常常需要关注，所以只要您的钱是合法的，是您开小店、打工赚来的税后收入，是您卖掉旧房子、旧车的合法所得，或者是父母从国内通过正规渠道给您的赠与，您完全可以按照规定，大大方方的去银行存，一次存10万、20万都没问题。只要您配合银行柜员，如实把 CTR 表格填了，把资金来源说清楚，这就是合规的。但是咱们华人同胞啊，常常有个心结，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信奉财不露白，觉得钱的事越低调越好，于是就开始动各种心思。而这个心思恰恰就涉及今天要说的第一个，也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拆分交易。这个词的英文叫做 structuring， 请大家一定要把 structuring 这个词记在脑子里。这是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和国税局关注的行为之一。什么是 structuring？ 法律上的定义非常清楚，就是指一个人为了避免银行提交那份 CTO 报告，故意把本来超过$10,000的一次性现金交易拆分成好几笔，每一笔都小于$10,000，分多次去操作。我给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您手里有$25,000现金要存，如果您一次性拿到银行存进去，柜员会让您填 CTR， 事情就了结了，合法合规。但您不这样，您觉得换个方式，您今天在这家分行存9000，明天开车到另一家分行存9000，后天让老伴再去存7000，或者您把时间拉长，这个月存3次，下个月再存3次，每次都不超过9500，您心里的算盘是，单次不超过1万，就不用填那个表，不填表，就不知道我有了这笔钱。我告诉您，这可能会带来风险。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明明白白就定义为 structuring， 而且您注意了，是行为本身，不管您的钱是否合法，
这单独就是一项需要避免的行为。这里的逻辑规则是这样，不管您的钱来源是否合法，只要您有意的为了规避申报而拆分存入，您就可能涉及违规，一旦被认定，后果可能很严重。根据联邦法律 ，structuring 可能面临法律处罚，如果情况严重，或者还牵扯到别的行为，处罚可能更重。更重要的是，您存进去的那些钱，政府有权利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最后可能面临财务损失的风险。您看看，这就是为了躲一张备案的表格，可能付出的代价。您可能会想，银行每天业务那么多，流水成千上万，我存个9800块，他们怎么能注意到我？我多换几家银行，他们不就发现不了了吗？这么想可就太低估系统了。这就要说到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重点，银行的监控措施。可疑活动报告，英文叫 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 简称 SAR。很多人觉得银行柜台里的职员就是个办业务的，其实不然，在美国的银行体系里，每一位前台职员都是受过培训的。当您拿着9600美元现金去存款，或者您连续几天、几周频繁地存入4000、5000美元现金时，柜员面前的电脑系统里很可能已经跳出了提示。现在的美国银行系统普遍采用了先进的数据分析算法，这个监控系统不是靠人眼去看，而是靠复杂的算法模型自动扫描分析所有交易。它会自动总结、识别可疑的交易模式，比如说系统设定的警报阈值可能根本就不是固定的1万，对于某些类型的账户，可能单日累计现金存款超过5000美元，或者短期内频繁出现接近1万美元的整数存款，或者您的存款金额总是很巧合的落在9000到9999这个区间，系统就会自动把您的账户标记为需要关注。一旦系统标记了您，或者柜员凭经验觉得您的行为需要留意，比如您先问柜员存多少钱需要填表啊，柜员说超过1万要填，您立刻把钱拿回去，当场抽掉几张，再把剩下的钱递过去说，那就存这些。柜员表面上会不动声色，微笑着帮您办好业务，但在您转身离开之后，他很可能马上就在内部系统里提交一份关于您的 SAR 报告。这份 SAR 报告，您作为客户是看不到的，银行也绝对不会告诉您他们提交了这份报告。如果银行职员向您透露他自己就违规了，这份报告会直接发送到美国财政部下设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在那里有强大的数据库，会把关于您的这份 SAR 跟您的报税记录、您的信用卡消费记录、您的房产车辆登记信息，甚至您的出入境记录，全部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如果他们发现您每年向国税局申报的收入只有3-4万美元，是个普通工薪阶层，但您的银行账户却在半年内频繁存入总额高达20-30万的现金，那么国税局可能就会来联系您了解情况。这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我必须强调一点 ，SAR 的触发门槛，而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的判断。只要银行觉得您的行为不合常理，缺乏明显的商业或个人正当理由，或者看起来像是在故意绕开规定，他们就可以，而且也必须提交这份报告。银行为了自身合规，为了不被联邦监管机构处罚，他们的策略通常都是非常谨慎。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概念是需要注意的法律程序，民事资产没收。这是美国法律体系里的一条法律，它允许执法部门在有理由认为这笔财产可能和特定活动有关联的情况下进行扣押。需要的理由仅仅是执法部门有合理依据，认为这笔财产可能和特定活动有关联，比如涉嫌参与了刚才讲的拆分交易。请大家仔细听清这里的逻辑，在民事没收程序里，情况有所不同。被告是那笔钱，举证责任发生了倒置，变成了需要您自己去找证据，上法庭去证明这笔钱是清白的、合法的。一旦您的现金、存款被扣押，您得自己提供证据来证明这笔钱的合法来源。这个过程又漫长又昂贵，很多时候，请律师要花的钱，可能比涉及的那笔钱还要多。比如涉及了8万美金，打官司请律师可能要花10万，所以现实中，很多人最后只能选择放弃。这绝对不是我编故事，
我记得前几年在密歇根州就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案例，也是一家由华人夫妇经营的外卖餐馆，夫妻俩非常勤劳，店里主要收现金，他们也是担心现金放店里不安全，又单纯的害怕一次存太多钱会被银行关注，就在1年多的时间里，几十次的把营业收入现金分批存入银行，每次都不超过$9000。结果突然有一天，相关机构直接从他们的银行账户里划走了接近$20万。这对夫妇当时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以为我的钱是自己赚的，凭什么？虽然后来经过漫长的法律诉讼，他们最终拿回了一部分钱，但中间经历的精神压力、生意受到的打击，还有付出的巨额律师费，这些损失是很大的。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都有了警惕。那么，咱们作为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具体在哪些日常场景里最容易涉及这些问题呢？我总结了3大需要注意的场景，各位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生活，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场景，从海外汇款，特别是所谓的多人分笔汇款，很多新移民家庭或者孩子要来留学买房的家庭，需要从国内汇一大笔钱过来。因为国内有每人每年$5万的外汇限额，所以大家就习惯找亲戚朋友帮忙，爸爸汇5万，妈妈汇5万，姨妈汇5万，叔叔汇5万，凑个几十万，打到美国这边的同一个账户里。在美国银行的监控系统看来，这种模式非常显眼，这种行为模式在专业上被称为 smurfing。虽然这不直接等同于拆分交易，但如果这笔钱到账后，您很快又把它转走，或者您的账户平时没什么大动静，突然接连收到好几笔来自不同人的金额相近的国际汇款，银行有可能会提交 SAR 报告，甚至直接启动风控，关注或审查您的账户。现在美国各大银行的风控非常严格，一旦被一家大银行以风险过高为由关闭账户，您的信用记录就会受到影响，以后再想去其他银行开户都会变得困难，这对咱们在美国依赖信用生活的模式影响很大。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场景，那些以现金收入为主的行业，比如餐馆、装修队、美甲店、按摩店、理发店，这些都是咱们华人社区里常见的行业。很多老板主要收现金，为了管理方便，就把大量现金放在家里，或者零零散散的分批存进银行。这里头需要注意2方面的风险。第一，您需要把这些现金收入如实申报给国税局。第二，您为了存钱而分批次、小额存入，这又涉及刚才详细讲的拆分交易问题。国税局对这类行业有成熟的审计方法，他们稽查员会根据您店铺的地理位置、每月房租、水电燃气费账单、雇佣的员工数量，甚至估算您的客流量，来推算出一个您大致的合理营业额范围。如果您报税表上的收入和他们推算出来的数字相差较大，而同时您的个人账户里又时不时有现金存入，或者您虽然不怎么存钱，却突然全款买了车、买了房，这种生活方式与申报收入存在差异的情况，是国税局稽查员会关注的情况。第3个需要注意的场景，私下换汇。最近这些年因为汇率波动或者觉得方便，很多华人喜欢在微信群里或者通过朋友介绍，找人私下兑换货币。比如您在国内给对方人民币，对方在美国给您美金现金。注意了，这里的风险需要注意，大到超乎您的想象。您根本不知道对方给您的这些美金现金到底是哪来的。如果对方有问题，他们正急着把手里来路不明的钱转手，他把现金给您，您转身存进了银行，好了，您可能就成了他们资金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哪怕您完全不知情，但当相关机构顺着线索查这笔钱的流向时，您的账户会被关注，您本人也需要配合说明情况，在法律上，这需要您尽到注意义务。作为一个有正常判断力的成年人，您应该意识到这种非正规渠道的大额现金交易存在风险，所以您需要谨慎对待。讲了这么多需要注意的风险，那是不是说咱们在美国就完全不能用现金了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美元是法定货币，您当然有权使用它。问题的关键在于，您得懂得怎么在规则内安全的操作，怎么为自己建立起合法的证据链条。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几点实实在在的建议，希望大家能认真记下来。第一个原则，也是最根本的原则，诚实。如果您有一笔合法的、额度较大的现金需要存入银行，比如说您把旧家具和收藏品在一个庭院拍卖会上卖了，收到了$18,000现金，那么请您直接一次性的拿到银行柜台去，坦荡的告诉柜员，我要存入$18,000现金。柜员按照程序会询问您资金来源，您就实话实说，这是卖个人物品的所得。然后柜员会拿出 CTR 表格，您需要提供社会安全号和身份证件，如实填写。只要您这么做了，这笔交易就合规完成了。国税局即便看到这份 CTR 记录，也只知道您有这么一笔交易。只要您在年底报税时，如果这笔收入需要纳税，您就如实申报。如果属于免税范畴，那也就没事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填那个 CTR 表格一点都不可怕。重要的是按照规定操作。第二个原则，务必保留完整的证据链条。在美国，文件证据很重要。对于任何大额资金的流动，您必须要有相应的文件来支撑和证明。如果是卖房卖车，一定保留好买卖合同、产权过户文件、付款收据。如果是父母从国内赠与的，请父母亲笔写一份赠与声明信，同时保留好他们在国内银行取款或汇款的凭证复印件，证明这笔钱是他们多年的合法积蓄。如果是在赌场赢的，务必保留好赌场开出的筹码兑换正式收据。当银行询问您，或者万一将来某天国税局来信了解情况时，您能当场拿出这些文件，这就是您最好的说明。银行看到这些清晰的文件，通常会认为您的资金来源明确。反之，如果您只有口头解释，银行在提交 SAR 报告时，就可能会写上客户无法提供可信的资金来源证明，这在风控系统里是需要注意的。第三个原则，进行大额交易时，尽量使用支票、银行本票或电子转账。在美国这个高度依赖信用的社会，大额现金其实是一种需要谨慎使用的交易方式。能够用支票、现金支票或者电汇完成的事情，尽量不要搬动大量现金，比如买房子、买车子，直接让银行开一张本票交给对方，这样不仅资金安全，而且整个流向在银行系统里清楚，留下完整的记录。将来即使有什么疑问，查起来也一目了然。现金交易除了有需要注意的方面，本身还有携带过程中的物理安全风险，容易被抢被盗。第四个原则，如果您是做生意、开店的老板，请一定记得申报 Form 8300，这一点是专门提醒做生意朋友们的，不只是银行有申报义务。如果您经营的是接受大额现金的生意，当任何一位客户在一次交易中支付给您超过$10,000现金时，您作为商家也有法律义务向国税局提交一份专门的表格，叫做 Form 8300。这份表格的性质和银行的 CTR 类似，是法律规定必须做的备案。如果您知情不报，或者您协助客户拆分支付，比如客户跟您商量，老板，我这单一共12000，我今天先给你9000现金，明天再给你3000，咱们就别填那个麻烦的表了。您作为知情的商家，如果同意了，那么您自己也同样面临着风险。千万记住，不要为了做成那一笔生意，给自己带来麻烦。第五个原则，不要在家里囤积大量现金，物理风险同样需要注意。很多华人朋友觉得银行也不安全，就喜欢把几万、十几万甚至更多现金藏在家里，放在保险箱、床底下或者天花板里。这除了有需要注意的方面，还有非常现实的物理风险。美国的治安情况大家心里都有数，入室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您藏在家庭保险箱里的现金一旦被盗，房屋保险通常只会赔偿非常少的一部分，一般有现金赔偿上限，可能就$1-2千，超出部分的损失，保险公司是不管的，全部得您自己承担。更重要的是，如果您真的有一天急需用这笔钱，比如要付买房首付，您突然抱着一大箱子几十万现金去银行存，这时候您就很难解释清楚了。您说是过去20年慢慢攒的，国税局会问，您过去20年的报税记录显示您的年薪从未超过5万，您如何能攒下50万现金？这时候您就可能面临国税局的审计，被要求说明情况。
所以最稳妥的办法还是赚了多少钱就及时如实的存入银行，申报税收，让资金在正规的金融体系里流转。这同时也是在为您自己积累宝贵的信用记录。最后，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我个人的深刻看法。美国的税务和金融监管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建立在信息透明和信用记录基础上的庞大系统。这个系统并不排斥财富，它要求的是合规和透明。我们作为来到这片新土地生活的移民，初衷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为了守护和增长自己的财富，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安稳的未来。我们不应该再把一些不合规的思维习惯套用到美国这个已经运行了上百年的成熟法治体系里，那真的不是明智之举，那是在拿自己一辈子的积蓄和家庭幸福冒险，而且风险很高。现在是全球税务信息自动交换的时代，是金融大数据深度分析的时代。您资金的流动在科技面前需要更加规范。您在国内的资产，您在美国的每一个账户，在强大的数据网络面前都可能被关联起来分析。所以，恳请大家把这期视频的内容转给您身边的朋友，告诉他们3件最重要的事。第一，千万不要拆分存款；第二，不要害怕和抗拒银行填表备案；第三，不要轻易相信任何所谓的不合规偏方。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您的经历和见闻，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互相提醒。如果您觉得杨明达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给您提了个醒，请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康养晚年，再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以后更多的分享。我是杨明达，咱们下期视频再见。